什么情况？看着还是蛮像的啊。它切割的时候打滑的特别明显。朋友们，大家好，又是一集我们喜闻乐见的节目。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应粉丝的在评论区和私信当中的要求，要看一看阳江版的莫拉黑客碳钢板。莫拉黑客呢，这一把呢是正版的，我花了800多块钱，这个有订单为证。这里呢是60多块钱的，现在有卖200、300、500、600都敢卖。然后呢，有人呢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莫拉其实就是中国代工生产的，此话不假。但是代工厂我知道，代工厂跟官方签订了保密协议，连一块铁渣都出不来，怎么可能出来这种刀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刀带是怎么样，是不是1比1的复刻，还是说它真正的就是代工货，我们就能捡漏呢？户外用品呢，我想说想平替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东西能平替，有东西不能平替。哦，什么情况？看着还是蛮像的啊。我们一会儿再看刀鞘怎么样，先来看一看刀身。这是60几元的阳江版莫拉黑客，这是我战损版花了800多块钱买的莫拉黑客碳钢板。看到这里问斯堪刃的处理方式了吗？看到了吗？要记住这样。我们再看一看阳江版的，没有，它俩的价格呢差了10几倍，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金属的光泽、表面涂层也不一样，字体也不一样。再看刀背位置，正版的莫拉黑客是做了这种比较有明显的这立体感的棱线的这种处理，阳江版的没有。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断定，这一款就是假冒的莫拉黑客，绝对不可能是代工。代工的话应该是一模一样。我们再看刀柄位置，你看这是正版的，这是阳江的，但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咱们说代工。代工的话应该一模一样，这就是山寨，但是价格差了10倍啊，10几倍。从这个刀鞘放入刀身之后的感觉上来讲啊，这是莫拉黑客碳钢板的正版。我们放力放，看到吗？它有一个卡榫一样的感觉。这是阳江版的，你在往里放的时候没有卡榫的感觉，就是直接往里塞。看一下里面的做工到底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仿版的刀鞘内部。正版的莫拉黑客刀鞘的内部，恕我眼拙，没看出太大的区别来，但是在使用当中的确是不一样啊。你说这闹不闹心呢？刀鞘部分简直一模一样，连排水孔都一样，只不过好像是阳江的排水孔这个比孔更大。正版的这个位置呢是带了一个注塑孔，仿版的没有，应该说阳江版的吧是没有。几乎是以假乱真。从背部的这个皮带的斜形带来看呢，正版的是一种假的假皮，是一种复合材料。阳江版的呢是纤维皮。闲话少说，直接户外实际 PK 一下。这一把已经在2022年测试过了，还是2023年呢？记不太清了。2022年应该是测试过了。战损版，这是新买的。来吧，古有真假李逵，古有真假美猴王，咱们来个真假莫拉黑客碳钢板户外实测。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老北户外小课堂了。我们来看一看2个版本的莫拉，这个已经是战损版了，原版的。阳江版的怎么样？原版的莫拉，即使是刃口重新打磨了，更加锋利，但是切割效果也并不是一直那么突出，因为这把刀
我一直测试过程当中，并不觉得它有多好。来看一看国产的阳江仿莫拉，注意啊，不是代工货。说实话，它切割的时候打滑的特别明显。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看到这个四看刃，它这个地方呢，这个横的这个纹理了吗？但是这个却没有，所以它在切割的时候效果比它更好。不过你看到这，在我打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问题，原版的莫拉整个开刃并不平，看到吗？它有凹陷，有凸起，所以说莫拉并不是像大家传说那么神奇。来吧，看一看实际的刃口表现。这是一镜到底的直接拍摄，再看一下，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原版的莫拉黑客碳钢板的确是把好刀，用着也非常好，但是它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而仿制的这个纯山寨的60元的，我觉得它如果不仿莫拉的话，自己打造一个品牌也照样会卖得很好。因为性能并不比原版莫拉差多少，如果说要差的话，我觉得差品牌吧，可能在实验室一级别的话会差一些，但在实际使用当中，我感觉除了它这个四看刃处理的不好以外，没有明显区别，根本就没有明显区别，达不到说差几百元的那种程度，最起码现在来看能差到700、800元，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区别。但是我不建议你非要拿这一把说自己是正版，那样就没有意义了。来自一个普通用户的真实评测。总有朋友问我手上戴的这双手套在哪里买的，我想说这双手套你不用买，因为这双手套的质量是非常差，你看到吗？它已经这个样子了，已经不能用了。所以说这双手套吧，它第一次破损的时候是在我参加一次拔河完之后就发现全破损了，所以这把手套呢就当一个破玩意儿临时用用，我今天就要扔掉它，大家没有必要去买出这双手套。